在新加坡的亚洲文明博物馆收藏了一批唐代沉船上面的货物。这艘沉船的发现跟新加坡其实没有关系，它是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之间一座叫做本利洞岛的海域被发现的，所以这艘沉船叫做本利洞 Shipwreck。新加坡政府在 Maybank， 也就是马来亚银行的创办人邱德拔先生的家族的资助下，买下了这一批沉船宝藏。这是一艘阿拉伯木质帆船，相信来自阿曼。公元830年左右，它在中国装满了货物，在回航到阿拉伯的路上沉没在本利洞，直到1998年被渔民发现。这一艘船的发现，证明了早在唐代就有阿拉伯货船穿行在这条距离有15000公里的航线上。像这样的阿拉伯货船，相信都会去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水顿。也就是中国福建的泉州。也因为如此，所以事实上远比马来西亚的马来人更早。1000年前，在泉州的福建郎就已经接纳了数目可观的阿拉伯穆斯林。因为泉州这座清真寺在1009年建立，距今已经超过1000年，远比马来西亚的马来人马索伊斯兰的时间更早。马来半岛最早的清真寺在马来半岛东侧，面向南中国海方向的吉兰丹河河口附近，叫做 Masjid Kampung Laut。就据说是建于1349年，注意哦，这只是据说哈。可是就算我们用这样一个传说中最早的年份，马来半岛也是晚了至少340年才有清真寺。结束了厦门的行程，我们登上早上10点的火车，前往下一个目的地泉州。厦门和泉州就在两隔壁，两市的火车站距离也就100公里，只要45分钟就可以到。高铁2等座也才人民币35块半，简直抵到烂。所以如果你坐飞机去厦门玩，可以多安排个4-5天，坐高铁过去，感受一下这座福建文化重镇厚重的历史。从火车站到泉州的古迹区还有10公里，所以还得坐一程网约车才能到。这里的车费是23块。师傅，不好意思问你一点东西哦。请问你是本地人吗？就那个泉州这2个字用本地话怎么说啊？船鸠啊。船鸠船鸠。这一次我们住的是锦江之星，房间是新装修的，相当的新颖漂亮。价钱我就忘了记录，不过应该也是人民币300块钱以内。厕所和淋浴间就这样，也是新的，完全没有不卫生的问题。我们的酒店在那边，锦江之星穷游福星。过来这边就有大润发，先去大润发买一瓶5升的饮用水，顺便看看有什么吃的。猪脚另外也食我是袂歹呢，这多人食可乐可以续杯，然后这个也可以续饭。汤没有的，没有汤，汤要加4块。没有很软，它满足了猪脚猪的味道，微微的粗软，没有讲很熟的，就是家常饭的味道，家常五的味道，比较够入味就知道嘛，不错不错。原产国马来西亚喵喵鱿鱼味卷，有一点不一样。国产之光，8块8，泰国的。支付成功，请拿好小票。
酒店走到开元寺也就5分钟的距离，这里的香火已经为泉州人萦绕了超过1300年，从公元686年，也就是武则天执政的第2年就开始了。今天的开元寺特别热闹，当地人络绎不绝，带着大包小包的贡品来拜拜，不晓得是什么节日。酷热的8月，正是炎炎盛夏，寺里绿叶茂盛的老树结满了果，僧人们挂起长梯去采集。1300年的佛寺啊，处处都充满了生命力。开元寺的山门就是一座独立的建筑，左右两边都有巨大的护法，本身就是一座建筑的山门，让我想起了日本，尤其是奈良佛寺的形制。唐宋时期，日本派到中国学习的遣唐使，当时看到的大佛寺的设计，应该就跟开元寺差不多了。寺里甚至还有一些印度庙的石柱，来自曾经矗立在泉州，可是已经倒塌的印度庙。而开元寺里的2座石塔，建于宋代，经历过地震、台风、战乱，至今依然矗立。塔上的尊者和佛像就这样从高处俯瞰了泉州800年，不知见过多少苍生。来到泉州，别忘了也让他们看你一眼。在泉州，你一定会注意到这里的红砖，有的会带黑色条纹。像这样的红砖，在厦门市就偶尔可以见到，来到泉州就更容易注意到了。另外一个突出的标示是2头高高翘起的屋脊，在末端都有分叉。我个人觉得看起来像虾类、蟹类的眼睛或头甲，但它其实是燕子的尾巴。不止100年老建筑，今年新建的房子上面，你也可以发现燕尾。从这个角度看，像不像燕子归巢？这其实是闽南建筑的标志。所以自从到过泉州以后，我才学会去留意马来西亚的老华人宗祠上面有没有这样的燕尾。懂得看了才知道，槟城的邱姓宗祠龙山堂苦拱西，谢姓宗祠四德堂架拱西，还有清代槟城福建人武装组织的总部宝福社福德祠的屋脊，全部都有这样的燕尾哦。要是你再留心注意一下他们用的红砖，有没有看到他们使用的红砖上面有黑色的条纹嘞？黑线红砖在泉州随处可见，比如这栋设计很不中国的房子，也是用黑线红砖砌的。门帘写的是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佛寺大门走几步路出现基督教堂，这家是泉西堂，是泉州10几家基督教堂里面比较小的一间。不过说到香火鼎盛，就一定是这家通淮关岳庙了。南洋各地遍布晋江、永春、同安、南安、惠安、安溪，还有泉州同乡会的会馆。如果你的祖籍是这些地方，那么当年你的太公太婆在离乡背井下南洋之前，就极有可能会来到这里祈求神明保佑。而他们留在家乡的家人，比如父母妻儿，也会在这边上香叩头，祈求他们在海外可以平平安安。其实海外华人会馆很多都祭祀关公，也许关公所代表的武道和忠义精神，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背景，是大家都认可最重要的品德吧。通淮关岳庙隔壁是一座伊斯兰教堂，这座教堂的外形风格像是中亚的，跟马来西亚的不太一样。事实上，远比马来西亚的马来人更早，1000年前在泉州的福建廊就已经接纳了数目可观的阿拉伯穆斯林。因为泉州这座清真寺在1009年建立，距今已经超过1000年，远比马来西亚的马来人马索伊斯兰的时间更早。马来半岛最早的清真寺在马来半岛东侧，面向南中国海方向的吉兰丹河河口附近，叫做马谢甘邦拉乌，就据说是建于1349年，
注意哦，这只是据说哈。可是就算我们用这样一个传说中最早的年份，马来半岛也是晚了至少340年才有清真寺。唐宋时期的泉州本来有更多的清真寺，不过在元朝因为一场穆斯林之间的一丝巴西兵乱，到最后所有清真寺被毁，只剩这座清净寺。也就因为这场战乱，泉州也从此盛极而衰，失去了当时世界第一大港的优势。清净寺出来，附近就有一间藕煎专卖店，正好可以尝一下。泉州这里的藕煎风格就跟潮州的完全不一样了，但是跟马来西亚的就有一点类似，不过就好像没有用薯粉，所以是比较像炒蛋的感觉。然后是加入了大量的韭菜，还有解腻的萝卜丝。泉州这里不叫藕煎，他们叫做蚵仔煎。这家店的店名是汉宫蚵仔煎，味道不错哦。太阳下山以后，开元寺旁边就热闹了起来。这里叫做西街，是泉州的老街，整条街上有各种各样的小吃，是游客必到的小吃街。两只手端，两只手。好，行，可以。这个是本地话怎么叫啊？阿梅。阿梅 ，OK。阿梅也就是鸭糜啦，是嫩鸭的鸭肉，还有鸭血、鸭肠等内脏做的一锅粥。这种做法我们还是第一次见。鸭肉的鲜味裹着粥，口味刚刚好，吃起来没有负担。店名叫做鸡逼，喜欢吃粥的朋友可以来试试看。店名英雄，鲜艳比花丸，哦哟，一定红头啊！你那是别滚，我丢你啊！去中，你中了，知道？你上面估计殿下。这里没有拍到字幕，我就完全听不懂了。这是泉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高甲戏，在今天的泉州还有许多人在认真传承，实在不容易。他们就在夜市附近的戏台表演，幸运的让我们碰上了。有字幕真的清明了许多，要不然听不懂剧情根本看不下去。泉州居民眼中数十年如一日的老城区，对游客们来说却是特色，应该都还是几十年前的样貌。街头巷尾的转角处还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小吃，跟我们熟悉的南洋小乡镇是差不多的，甚至还有印尼美食哦。这家店叫做 Toko Makan，Makan 是吃 ，Toko 是店，这是印尼语，应该就是印尼回来的华侨经营的啦。在老城区的小巷子深处，还可以找到宋元时代管理海上贸易事务的机构市舶司。经过了上千年，市舶司这个官职被当成了神来祭拜，这个办事处也以寺庙的形式流传了下来。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个博物馆，陈列了关于市舶司、关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等等的资料。不过东西并不多，毕竟空间还是很小的。主要是让访客了解市舶司的职能，还有一些有名的人物之类。不过，古代海洋贸易的东方起点的历史，光靠这里的文字和图片又怎么足够描述呢？所以，我们接着要去的下一个博物馆，你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另一座博物馆，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 Islamic Culture Exhibition Hall。我们预约的时段是12点，现在11点8个字。身为一座千年老城，泉州有好几座博物馆，要是你有时间，可以一一去参观。主要就看你对他们各自的展品有没有兴趣。但是这座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里面的展品就很少见，其他地方不容易看到。阿拉伯人把泉州翻译成刺桐 Zaitun。这个阿拉伯字，马来西亚人其实也会哦。马来语写作 Zaitun， 也就是甘蓝。常买橄榄油做菜的就会知道 Minyak Zaitun 就是同一个字。
卡塔罗尼亚人从阿拉伯人那里知道了 Zeton 以后，就把这个名字传入了欧洲。1375年代的加泰罗尼亚人画的大圆中国地图，就可以看到他们把中国写作卡达尤，在卡达尤的海岸线就可以找到 Zeton。这张地图面世的83年前，于1291年来到泉州的马可波罗，形容当时的泉州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在泉州交易的胡椒数量是任何欧洲或印度港口的上百倍。海港里面停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船，印度的商人来到这里花光钱财纹身，因为泉州的纹身师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除了胡椒，印度和阿拉伯商人也带来了各种奇珍异宝。博物馆细心地做了整理，英语翻译也做得很好，不懂中文的访客也一样可以一目了然地理解。泉州兴盛的数百年以来，世界各民族、各宗教信仰在泉州留下的墓碑以及石刻。这座博物馆也展出了很多，有景教，也就是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等等，其中又以伊斯兰教的墓碑最多，可见当时阿拉伯人去到中国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在阿拉伯和中国之间已经有了一条相对稳定的航线，而且当时是互相尊重，各种文化和信仰都可以在泉州发展。而当时这条航线上有来自亚非大陆的各种海船，所以这座博物馆里面当然不能缺少船的展览。这种展品很少见啊。舟和船是运输大众商品的运载工具，没有船就没办法进行大众交易，所以船本来应该是很重要的。造船的各种工艺在这里都做了介绍，也展出了中国各地的各种船型，以细节满满的木质模型来介绍，手工精巧，真想搬一艘回家。不过稍微有一点美中不足的是关于文化的部分，比如造船、行船要进行的各种祭拜仪式之类，希望可以多加补充，因为那是海洋中华文化里面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呢。森林路中段牙国式口腔，到了，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稳定路中段皮克斯口腔到了。公共巴士报站用闽南话，这是很有趣的体验，因为马来西亚不可能听到的。逛完了博物馆，又到了吃饭的环节啦。这家姜母鸭厨房里面有几十个炉子一起在做，又飘香又壮观，所以还没有到营业时间，店里面就坐满了人。哎呦，糯米鸭血。翻过来，小只的鸭里，鸭腿，他们是用很小的嫩鸭来煮，所以才会这样嫩那个肉。这是我们过去4天以来的第3顿姜母鸭，因为实在是太香了啦。这家姜母鸭的颜色做得不像厦门的那么黑，不过鸭肉就特别嫩。至于味道，我们还是觉得在厦门吃的第一家是最好吃的。靠近酒店还有另一家有名的饭店，不管你们那边是怎么念哈，反正这3个字用马来西亚的华语来念，是念成拉贝，感觉就特别的有乡土味。门口还有免费吃饭的牌子，是老板愿意为身处困境的人免费提供一顿饭的告示。在这家店，我们点了沙茶豆腐、鱼香茄子、炸醋肉，还有炒拉拉。都是一些家常小菜，可是都很好吃哦，值得推荐。2个人这样饱餐一顿也才51块钱，价格也是很公道的。这一趟泉州旅行到这里就结束了。从厦门来到泉州，就像一次从现代到古代的穿越。不止在古寺古庙，在泉州老城区的巷子里穿来穿去，也不难发现会有着许多100年前，甚至数百年前的痕迹。留心细看，建筑物上的燕尾屋顶，还有墙上的黑线红砖，也在彰显着福建文化的生命力。就算在新建的商场里面，也会发现处处都有黑线红砖。
这样的文化符号，各在海洋与海峡，与台湾、南洋各地的宗祠和庙宇不发一语，却互相呼应。以泉州为起点，追随着这些沉默的符号，在努山达拉，也就是海洋东南亚走一圈，或许一个波澜壮阔、由福建人开创的海洋文化圈，正在等着新一代的旅行者去慢慢发掘哦。